中医治病啊，最讲究方剂啊。这个方剂是什么意思呢？就是在医生对病人进行辨证论治也就是中医诊断之后呢，按照君臣佐使的这样一个策略，用几味、十几味甚至几十味药组成的药方，这就叫中医的方剂。但是在中医里面有一个中药，他一个人就可以组成一个方剂，换句话说，他一个人就能同时起到君臣佐使的作用。这个药呢，被称为肾药，对我们的健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健康是我们最大的财富，让我们一起管好它。我是杨医师，今天呢，我就给大家分享一下在这临床上用这个肾药的一些案例。首先我们来说一下这个肾药是什么就是我们说的人参。人参呢有很多种有亚洲人参包括东北参、高丽参、越南参，那么还有呢就是西洋参就是美洲的人参，还有呢就是西伯利亚人参，实际上呢它跟人参并不完全一样，有类似的功效。还有呢就是我们西双版纳那边的三七，有的时候呢也把它看作是人参的一类。但是我们今天讲的人参主要是指西洋参和亚洲参。在中医的很多经典当中对人参都有特别的描述。比如说李时珍的《本草纲目》就说人参主治心腑五脏邪气，补中益气，治虚损，除邪气，安魂定魄，久服轻身延年。那也就是说它五脏六腑都治，不光改善生理的状态，也调整我们的精神。如果经常服用的话，就会延年益寿。《神农本草经》呢是这么说的，说它能补五脏之气，安精神，定魂魄，止经济，除邪气，明目，开心益智。所以呢，他把人参列为上品。上品的中药一般来讲呢，副作用比较少，适合长期使用。在这个《金匮要略》这本书里医圣张仲景呢把人参作为四君子汤里面的主要成分就是人参、茯苓、白术、甘草，是一个补气最重要的方剂。人参的补气的作用非常强大。如果我们用现代的语言小结一下人参的功效的话，它基本上有下面这几点。第一呢，就是大补元气特别是慢性疾病手术以后或者长期的劳累造成的各种各样的虚损，人参呢都是一个非常好的药物。第二呢，就是促进血液循环研究发现呢，它有增加心肌力量扩张血管的作用。第三就是增加免疫功能中医讲的气有很多功能，有脏腑之气、经络之气，是吧？胃气、营气。我们现在讲的免疫功能实际上是所有这些气的功能的一个表现。现在研究发现这人参里面的有效物质叫人参皂苷，那么它呢就有调节免疫功能、抗感染的作用。另外呢就是对抗疲劳。疲劳呢在中医来讲呢就是各种各样的气虚，所以人参呢是一个抗疲劳和提精神的一个重要的药物。所以一些运动员和长期的体力和脑力劳动者呢，他们经常用人参呢作为一个补充。另外它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功能，也是我们今天大家觉得比较有挑战的问题，注意力、记忆力、思维能力和认知功能，同时呢还有情绪的调节。人参呢在这些方面呢都是有很大的帮助的。此外呢，它还有调节血糖、抗炎和抗氧化的作用。最后呢，也是很重要的，就是它能够改善我们的消化功能，对各种各样的食欲不振慢性消化不良的病人呢都很有作用。那下面呢，我给大家几个案例，这些案例反映了人参的重要的作用。第一个案例呢是一个中年妇女她最近呢因为子宫肌瘤做了一个大手术。手术以后呢，体力非常的虚弱，脸色苍白，经常呢自汗所谓就是不动的时候身体都出汗，四肢无力发冷。那么我们就用独参汤给他调理，每日吃1剂，连续吃1周他的症状呢就改善了很多。你能看到病人的气色呢逐渐好转，自汗减少，体力呢也开始恢复如果再坚持吃1-2个星期的话，那么对他的康复呢
是有更好的作用。第二个案例呢，就是长期做这个电脑工作的一个病人，那么他就逐渐出现了一种慢性疲劳的状态，同时呢感觉到消化不良胃口很差。医生说他有慢性疲劳综合症，其实呢从中医的角度来看他就是脾气、肾气和肺气都虚。独参汤连服2周病人呢就有很大的改善。现在开始呢，他不一定服人参汤了，平时呢他就用西洋参泡水喝效果也不错。第三个病人呢，就是年龄比较大的那么年纪大了以后身体越来越虚弱，爬楼走路都开始气喘容易便秘、消化不良。总之吧，身体的5脏6腑功能呢都是越来越弱在这种情况下呢，我们就给他用独参汤。年纪大的人不要每天喝2、3天喝一次，坚持下去呢，那么对他的体力呢还是有很多的支持和帮助。生老病死的事情呢，人生也管不了，但是呢它不管怎么样呢，可以在改善功能提高生活质量方面呢起到重要的作用。最后一个病人就是一个得新冠肺炎的中年人，他的新冠肺炎比别人都严重很长时间不能恢复，慢性咳嗽胸闷气短，说话有气无力。那这样的病人呢，我们也给他用独参汤每日1次坚持1个月病人恢复的也很好。不管怎么样嘛，这些案例说明这个人参真的是有很多的好处。但是呢，严重的急性感染的病人，还有呢体质呢属于比较热的还有肝阳上亢的这些病人呢，在使用上要特别小心不管怎么样，如果您考虑使用人参作为你的营养保健品之一的话，最好还是找一位中医师帮你评估一下。中医药真的是一个伟大的宝库对我们人类来讲，它是一个很值得研究和探索的领域。如果您在这方面有什么体验和高见，请在留言区跟我们分享，也欢迎大家订阅我们的频道，点击小铃铛，你就不会错过以后的视频。端倪世界，守护健康，我们下次节目再见。